近年 AI 嘅能力突飛猛進，成日都會有人咁問嘅。如果 AI 真係咁醒啊，點解仲未可以幫我喺屋企煮飯、洗衫、掃地嘅呢？點解唔係就咁裝個 AI 落去一個機械人裡面，佢就自然一樣會咁醒目嘅呢？嗱，其實日常我哋用嘅 AI 呢，面對嘅主要係資訊世界，但係機械人面對嘅呢係真實世界。喺資訊世界聰明嘅 AI，唔代表佢去到真實世界呢係一樣可以咁聰明嘅。咁點樣先至可以令到機械人識得喺現實世界運作呢？ Hello，大家好，我係江啟明，歡迎收睇學識 AI。嗱，其實傳統上面咧，AI 同埋機械人學咧係兩個獨立發展嘅學科嚟嘅。咁不過咧，即係 AI 近年嗰個急速發展啦，咁啊真係影響咗咧機械人學嘅研究嘅。嗱，今集咧想同大家分享下咧，就係機械人學咧究竟係有啲乜嘢獨特嘅問題，同埋近年嘅 AI 包括世界模型咧係點樣可以幫助到機械人咧喺真實世界裏邊運作嘅。嗱，我哋平時用 AI 咧，好多時都係打一段 prompt 嘅。AI 嘅主要工作咧就係理解你嘅語言，再喺資訊世界入面咧生成一個答案，或者最多咧都係喺電腦啊或者喺網絡世界上邊咧執行一啲任務。但係對機械人嚟講咧，事情就完全唔同啦。如果你同一部機械人講，幫我攞杯水過嚟啊，呢句説話除咗要明白語意之外咧，背後其實仲包含咗好多層面嘅現實世界問題嘅。第一，佢要知道隻杯喺邊，你喺邊，佢自己又喺邊。第二，佢要知道佢隻手點樣伸出去，然後用幾多力度咧，先至可以拎起嗰隻杯，而又唔會揸爛嗰隻杯呢。第三，佢要知道廚房喺邊，啲水又儲咗喺邊呢？點樣可以沖到啲水落去個杯嗰度呢？第四，佢要知道點樣行到過去個廚房嗰度，然後再行過去你嗰度呢？中間有冇障礙物嘅呢？第五，佢要知道杯入面有冇水啦本身，然後會唔會倒瀉啲水呢？第六，亦都係最困難嘅。如果佢發覺原來係冇水嘅，又或者隻杯原來係打爛咗嘅，咁佢要點樣樣應對呢？你細心啲諗嘅話呢，就會發覺一句好簡單嘅攞杯水俾我啊，對人類嚟講呢就好自然，但對機械人嚟講呢，就係一整套嘅問題。大型語言模型嘅智慧呢，係喺 know why 概念知識上面，而現實世界嘅知識呢，係 know how 係實用知識層面上面嘅，係兩個唔同嘅層次嚟嘅。情況就好似你睇完一本教人哋點樣踩單車嘅書咁樣樣啊！你如果從來未踩過單車嘅話呢，就算俾你睇晒成本書，背熟晒書裏邊嘅所有每一句説話都好呢，其實你都係唔識踩單車嘅，因為呢兩個呢係完全唔同嘅知識層面嚟嘅。所以我哋首先呢，就要搞清楚一個基本概念先。嗱，機械人呢係有好多獨特嘅問題佢要處理嘅。AI 我哋話佢有海量嘅知識都好咧，其實佢就算知道呢啲問題嘅存在，知道呢啲問題咩嘢都好咧，其實佢都係唔識得去做呢啲嘅動作嘅。嗱，好啦，等我跟住落嚟咧，再詳細少少同大家講解下咧，機械人實際上要處理嘅問題啊。嗱，首先機械人要點樣感知呢個世界呢？啊！人類行入一間房裏邊咧，好快就會知道嗱，呢度咧就有張台，嗰度咧就有道門，地上邊啊有個袋啊，台上邊有隻杯咁樣樣嘅。你仲會自然就會知道，誒嗰度有個人行緊過嚟喎。嗱，呢條路咧行唔行到過去嘅咧？嗱，嗰度咧會唔會撞牆啊？咁樣樣嗱，呢啲對我哋嚟講咧係好似甚至乎唔使諗咧，都已經即刻知道嘅嘢嚟嘅。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啊，其實我哋係累積咗好多年，由 BB 仔去到小朋友階段咧，呢一啲嘅經驗咧，先至轉化成為我哋諗都唔使諗嘅知識嚟嘅。但係機械人呢，一開始其實佢唔係見到一間房嘅，佢係收到咧一堆嘅感測器信號，例如相機俾佢嘅影像，距離感應器咧話俾佢聽啊，唔同物件依家距離幾遠，雷射掃描咧可以掃描成間房裏邊嘅牆壁同埋障礙物。仲有機械手咧，可能都可以俾到一啲感測嘅信號。嗱，全部呢啲咧要集合埋一齊再處理分析咧，機械人咧先至可以利用嘅。而且信號咧全部都唔係完美嘅，現實世界永遠都係有好多誤差。
嗱，例如相機咧係會受到光線影響嘅，可能太暗太光啦，或者會反光啦，佢都會睇唔清楚嘅。又或者玻璃啊、鏡面啊、透明膠呢啲咧，有時咧又會令到嗰個距離感測器嘅信號咧係會出錯嘅。物件咧又可能會被遮住喎，咁所以機械人咧又只能夠睇到一部分，所以機械人咧係由一堆唔完整、可能有錯嘅信號咧，去估翻佢睇到嘅成個世界究竟係點樣嘅。嗱，其實而家嘅 AI 咧已經係好擅長去睇相，然後辨認相裏邊嘅物件㗎啦。咁但係對於機械人嚟講咧，呢一個咧只係第一步嘅啫。佢就算能夠辨認到相裏邊嘅，譬如話係一隻杯咁樣樣都好啦，其實佢仲要去分析究竟而家呢隻杯距離佢其實係幾遠嘅咧？如果佢伸隻手去隻杯嗰度，究竟有冇耳仔可以俾佢去揸住嘅咧？呢隻杯係咩材料嚟嘅咧？呢隻杯可以裝到實際上幾多水咧？呢隻杯會唔會打爛嘅咧？嗱，其實呢一紮問題咧，都唔係純粹係辨認呢一隻杯係隻杯咁簡單啊，仲有好多實際嘅物理嘅問題咧，機械人係要處理嘅。嗱，講咗機械人點樣樣可以擘大隻眼咧睇清楚呢個世界之後咧，下一個問題咧就係機械人點樣知道自己係喺邊度咧？點知道目標係喺邊度咧？嗱，更加準確啲講啊，呢個就係一個所謂定位嘅問題，要知道自己喺記憶裏邊嘅地圖上邊嘅邊個位置。嗱，對於人類嚟講，你如果喺屋企嘅話咧，你一望就大概知道自己我喺客廳或者喺廚房咁樣樣，自己咧係面向住邊個方向。但係對於機械人嚟講咧，佢就要靠自己嘅感測器咧去估計佢自己嘅位置啦。嗱，如果係室外嘅話咧，咁當然佢可以用 GPS 啦。但係就算 GPS 咧都未夠準嘅，誤差咧係可以去到幾米甚至10米咁上下嘅距離嘅，係並唔足夠咧。尤其是喺家居裏邊咧去行動嘅，所以佢係需要根據佢自己接收到嘅資訊咧，包括頭先所講嘅相機啊或者鐳射掃描啊，去估佢自己喺地圖上邊嘅邊個位置嘅。然後咧，當佢繼續行嘅時候咧，佢就要繼續根據住佢睇到嘅嘢咧，去分析佢自己嘅位置，同埋咧佢又可以按照住佢自己行咗幾遠咧，去估計佢嘅相對位置。嗱，但係問題係咧，其實每一步咧佢都可以計錯嘅。機械人可能行嘅時候咧，俾人推咗一推，咁佢嘅位置又唔同咗噶啦。相機咧可能睇得唔清楚啊，家私可能俾人喐過啊，咁地圖上邊咧可能已經係過咗時噶啦。咁所以機械人咧唔係一個絕對嘅答案嘅，佢只係知道咧我應該喺呢度，但係永遠只係一個估計嚟嘅啫。嗱，你可以想象下，機械人個腦裏邊咧，同時係要保留住好多唔同佢自己嘅位置嘅。當佢一路行，一路見到唔同有特徵嘅嘢嘅時候咧，譬如話見到有道門啊，有張台啊咁樣樣咧，佢就可以收窄佢自己嘅可能位置。但係當佢一路行嘅時候咧，又會繼續累積誤差喎。咁所以其實機械人嘅定位問題上邊咧，係一個不斷按照住佢自己而家見到嘅嘢，同埋佢過去自己嘅歷史咧，去判斷而家佢所身處嘅位置嘅一個複雜計算嚟嘅。而呢個定位問題咧，對機械人嚟講咧係真係好重要嘅，因為如果佢連自己喺邊度咧都搞錯咗嘅話咧，咁其實你叫佢做嘅任何嘢咧，佢都一定會做錯噶啦。嗱，關於定位問題咧，喺機械人學入邊咧，仲有一個好經典、好生動嘅問題咧，可以同大家講解下嘅。嗱，你試下想像下，如果你突然間走過去部機械人嗰度，熄咗佢，將佢抱起，然後放去另外一個位置，跟住再着翻佢，咁佢會點呢？嗱，呢個問題咧就叫做 kidnapped robot problem 啊，被綁架嘅機械人問題啊。嗱，個名好似有啲誇張啦，但係其實個概念咧就好簡單嘅啫。個問題就係，當機械人原本以為自己係喺 A 嘅位置，但係突然間咧，中間有人改變咗佢，放咗佢喺 B 嘅位置。嗱，由於中間嗰段路咧唔係佢自己行出嚟嘅，甚至係冇記錄到嘅，咁佢個腦裏邊咧就雖然佢而家身處係喺 B 嘅位置，但係就仲以為自己咧係喺 A 嘅位置。咁當佢一開翻機嘅時候咧，佢望下周圍，佢就會發覺，咦？點解我見到有張床嘅？咦？點解唔係我身處嘅客廳嘅嗰啲嘢嚟嘅？嗱，喺呢個時候咧，佢就要判斷啦，究竟係佢望到嘅嘢出錯啊，定係佢原本嘅位置出錯啊，定係個環境真係變咗呢？
喺呢個時候呢，佢就要靠住佢自己望到嘅嘢呢，再重新去喺佢嘅地圖上邊去慢慢定位啦。嗱，而喺現實之中呢，機械人被人為干預搬去另外一個位置嘅事情呢，係經常發生嘅。小朋友呢，就最中意咁樣玩噶啦。嗱，呢個經典嘅問題呢，就正正顯示咗機械人喺現實世界裏邊行動呢，係喺一個冇完美嘅資訊情況底下呢去計劃嘅。佢要不斷行動嘅時候呢，去修正佢自己嘅位置啦、佢嘅地圖啦，同埋佢成個行動計劃嘅。再講講畫地圖。嗱，通常咧喺家居環境裏邊咧，機械人咧係冇預先獲取到一張完美又準確嘅地圖嘅，咁所以佢所身處嘅環境咧，都係要靠佢自己去慢慢畫出嚟。咁究竟係點樣畫地圖嘅呢？嗱，其實不外乎咧，又係靠佢自己嘅定位啦，然後要按照住佢望到嘅嘢咧，一路行就一路畫呢張地圖出嚟。嗱，聽到呢度呢，唔知大家有冇發覺到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好麻煩，有雞先啦定係蛋先嘅問題嚟嘅。嗱，如果你想畫一張好嘅地圖呢，咁機械人一定就要知道自己係喺邊度，咁佢先至可以按照住佢望到嘅嘢呢，就畫落嗰張地圖嗰度。但係同時呢，你如果想知道自己喺邊度嘅話呢，你又需要一張好準確嘅地圖喎。咁所以佢可以點呢？其實你就必須兩樣一齊去估啦。嗱，呢個問題呢，就係一個機械學裏邊嘅經典問題啊，叫做 SLAM（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同時定位同埋建圖。嗱，呢個呢，就係我博士研究嘅問題嚟嘅。嗱，呢個問題呢，由20幾年前呢，我開始研究嘅時候呢，本身就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嘅問題嚟嘅，因為嗰啲計算呢，你好快就會發覺呢，係複雜到爆炸嘅，佢要記住嘅嘢呢，係多到儲存唔晒嘅。不過近年咧，因為各種新興嘅 AI 技術咧，呢個問題咧先至算係有一啲可靠嘅解決方法。不過就算有地圖咧，都只係開始嚟嘅啫。真正困難嘅咧，係機械人要喺一個會變嘅世界入邊咧，一路感知，一路修正佢嘅地圖同埋佢自己嘅定位，再一路執行任務。呢啲咧都完全唔係簡單嘅事情。嗱，講解咗機械人咧，知道自己喺邊度同埋佢所身處嘅環境咧，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講講啦，佢點樣樣咧可以喐動佢自己嘅身體啊？傳統嘅四碌機械人咧，相對簡單啲嘅，因為咧佢就唔會冧啦。不過咧，佢就只能夠行平路，上唔到樓梯嘅。如果係人形機械人咧，咁移動咧就會困難好多啦。每次佢拎起一隻腳咧，其實都係一個恐怖嘅平衡問題嚟嘅。其實每一個機械人咧，隨時啊係有幾十個關節咧，係要一齊喐，佢先至可以做到雙腳行走呢一個動作嘅。咁每一個呢啲關節咧，佢都要同時去計算出究竟我要喐幾多咧？咁呢度要考慮佢嘅力度啦、佢嘅重量啦，同埋佢嘅慣性等等嘅。咁喺唔同嘅環境咧，俾嘅力出嚟嘅效果咧，又會唔同嘅喎。譬如話喺階磚地咧，可能會滑啲，咁佢可能會跣親添嘅。喺地氈嘅話咧，會唔會影響摩打嘅效率呢？地面又可能唔平嘅，全部呢啲咧都係會影響佢實際行動出嚟嘅效果嘅。手臂喐動咧，亦都唔容易嘅。行走嘅時候，手腳有時都要幫助機械咧去平衡嘅，咁所以亦都要不斷調整呢啲姿勢。呢啲姿勢嘅選擇咧，其實全部都唔係一個簡單嘅問題嚟嘅，因為咧，我哋又要平衡究竟呢一個動作咧係咪安全嘅咧，又係咪慳力嘅咧，又係咪真係可行嘅咧？咁每一次佢都要因住個環境咧嚟去計算，而且咧要不斷調節。如果個環境仲要轉變緊嘅話咧，咁佢要更加要修正佢自己嘅動作啦。咁所以機械人學嘅計算咧，就並唔係簡單就係話我想移動由一個地方去另外一個地方咁簡單，而係佢係要落實到實際上一個機械人裏邊嘅全身可能幾十個關節，究竟我應該要點樣喐？每一秒每一刻，我要俾幾多力落去呢啲唔同嘅關節上邊？呢一大紮嘅問題咧，佢都要係喺一個即時實時嘅情況底下咧去計算嘅，咁所以係相當之唔容易嘅。嗱，以上呢啲咧都只係最明顯機械人需要處理嘅獨特問題嚟嘅，包括感知、定位、畫地圖、路線規劃、控制身體、
實際執行任務。嗱，全部呢啲咧都唔係簡單話用大型語言模型咧就可以即刻做到嘅嘢嚟嘅。咁究竟 AI 可以點樣幫助到機械人呢？嗱，其實有以下呢幾個範疇嘅。第一，AI 係可以幫機械人咧去理解物件嘅意義。嗱，以前機械人咧可能只係知道前面有障礙物，但係 AI 咧就可以幫佢知道啊，呢張係張台，呢度係棟門，呢個係個杯，呢個係一個人咁樣樣。如果只係知道有障礙物咧，機械人最多咧就只能夠識得避開佢。但係如果佢能夠知道啊，呢度係一棟門嚟嘅，佢就有可能理解門咧係可以打開啦。如果知道呢個係個杯咧，佢就可能可以知道啊，呢個杯係可以拎起嘅。如果知道呢個係個人咧，佢就知道啊，應該要保持一定嘅距離，而且動作喺佢附近咧就要慢啲啦。AI 咧係可以令到機械人咧喺地圖上邊唔止係啊有啲乜嘢嘢喺嗰度，而係開始變成為一張咧世界上邊實際上係有唔同嘅嘢，唔同嘅嘢有唔同意義嘅一張地圖嚟嘅。第二，AI 係可以幫機械人咧理解自然語言嘅任務嘅。嗱，人類就唔會同機械人講一堆坐標啊、角度啊或者力度嘅，人類只會講咧，例如幫我攞杯水，幫我執起件衫，幫我開門咁樣樣嘅。咁 AI 咧就可以將呢啲自然語言嘅目標咧拆成一連串比較具體嘅步驟。例如幫我攞杯水咧，就可以變成嗱，首先你要去揾個杯，去揾水源，去行去廚房，避開障礙物，攞起個杯啊，或者檢查睇下呢個杯有冇爛啊，最後咧就遞個杯俾個人咁樣樣。嗱，變成咗呢啲小步驟之後咧，就可以用傳統嘅方法咧嚟去計算運作啦。第三，AI 可以從示範中學習。嗱，有啲操作咧，其實本身咧都好難用規則咧嚟去寫死嘅。譬如話摺衫啊、打開個袋啊、拉開個櫃桶啊等等咧，其實呢啲咧全部本身都係有好多嘅彈性、好多嘅變化嘅。咁 AI 咧就可以喺佢嘅訓練當中咧，從唔同嘅例子裏邊咧去揾出規律，然後咧就反向地咧變成為一啲咧可以運算嘅，譬如話機械人可以變化嘅各種角度嘅參數咧，令到佢咧係知道應該點樣執行佢呢個動作。第四，AI 可以幫機械人處理失敗咗之後嘅補救措施啊！嗱，喺現實世界咧係好不完美嘅。你攞個杯嘅時候咧，個杯可能係跌咗，到門咧可能開唔到，個櫃桶又可能棘住，條路又忽然間有嘢擋住你咁樣樣。嗱，呢啲喺現實世界咧係經常發生嘅。咁如果機械人咧只係識得按照原定嘅程序嚟去做嘢嘅話咧，好容易咧就會棘死咗，甚至出現意外嘅。AI 咧就有足夠嘅智慧咧，去作出高層次嘅一啲判斷啊，估計下一步咧應該可以點樣樣去補救，然後再重新變成各個小指令咧，去指揮機械人去執行。嗱，傳統嘅方法咧，其實依然係要負責住一啲好精準、好即時嘅計算嘅。咁相反咧，AI 咧就可以輔助機械人咧去計算一啲較為高層次、複雜啲嘅問題啦。咁所以而家嘅 AI 機械人咧，其實係兩個方法咧都係要用嘅。嗱，最後就可以講講近年大型 AI 公司經常講嘅一個概念啦。就係世界模型。嗱，前面已經講過啦，機械人係要感知世界啦，要知道自己喺邊，建立地圖、規劃路線，仲要控制身體、操控物件咧，先至可以執行到一個任務嘅。咁但係如果機械人咧真係夠聰明嘅話咧，佢甚至乎應該要再去問一啲嘅深啲嘅問題，就係咧佢要去諗，如果我做咗某一個行動，究竟呢個世界將會點樣變化呢？因為知道呢一啲嘅變化呢，其實對佢去能夠喺呢個世界上邊繼續可以執行下一個任務呢，係相當重要嘅。如果要機械人長期喺現實世界裏邊呢，自主執行各種任務嘅話呢，佢就必須要有呢種能夠預測到呢個世界變化嘅能力啦。佢要點樣樣預測到呢？就必須要靠一個所謂嘅世界模型啦。嗱，例如如果我去推開棟門嘅話，究竟棟門係會點樣樣開嘅呢？佢係會向左定向右嘅呢？嗱，如果有隻杯喺個台邊嗰度跌出去嘅話，究竟將會發生啲咩事嘅呢？
嗱，呢個機械人咧，如果只係被動地等呢啲事情發生咗之後咧，先至可以見到嘅話咧，咁往往咧佢嘅行動咧就太慢啦。相反咧，如果佢有世界模型嘅話咧，佢就可以喺未發生嗰件事之前咧，就已經預測得到有個咁嘅事情要發生咯。咁佢就可以早啲咧做到一個相應嘅措施啦。所以可以咁講啊，世界模型咧係將傳統靜態嘅地圖咧變成為一個同現實世界對應嘅動態模型啊！呢啲預測咧全部都需要物理甚至化學嘅知識嘅。穩定可靠嘅世界模型咧，對機械人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因為一部真正有用嘅機械人咧，唔可以每件事咧都喺現實中亂試，等到啲事情發生咧，佢先至嘗試再去 sense 然後應對。相反咧，佢能夠預測到下一步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做到一個好似人咁樣嘅行為舉動啦。所以有咗世界模型咧，機械人就變得好似一個人咁樣樣咧，喺現實世界裏邊同各種事物咧去互動，能夠知道呢個世界係點樣變化。呢一樣嘢咧喺傳統嘅方法上邊咧係好難做到嘅。嗱，今集好似介紹咗好多好技術層面嘅嘢啦。等我總結一下，其實咧可以簡單嚟講咧，分翻做三層嘅理解嘅。第一層係去認知呢個世界，機械人咧係要睇到周圍嘅事物，然後去判斷自己係喺呢個世界嘅邊個位置，同埋慢慢建立呢一個世界地圖。第二層，佢要喺呢個世界裏邊執行任務。佢除咗要識得避開障礙物啊，控制佢自己身體，然後執行任務之外咧，佢本身仲要去明白人類俾佢嘅語言嘅任務，然後咧透過人類俾佢嘅各種示範咧，去學習得到究竟佢要執行呢個任務咧係點樣去完成嘅。第三層，去預測呢個世界嘅各種變化。機械人咧身處喺呢個世界裏邊，如果佢要去執行任務嘅話咧，佢就必須要知道每一個動作將會令到呢個世界點樣變化，而呢個世界嘅各種物件又會自己點樣去變化咧。佢能夠早一步知道呢啲嘅變化咧，佢就能夠可以好似一個人咁樣樣咧，喺呢個現實世界裏邊長期運作。呢三層接埋一齊咧，先至成為一個真正有用嘅 AI 機械人啊！所以簡單嚟講咧，就唔係話將個 AI 放落去機械人咁簡單，而係要令到咧傳統嘅呢啲嘅計算方式咧，同而家嘅 AI 咧合併成為一個有效率、真正處理到機械人要面對嘅現實世界問題。現時嘅 AI 咧喺資訊世界入邊咧已經表現得好聰明㗎啦，咁但係如果要幫助機械人喺真實世界裏邊行動咧，佢就必須要獲取到另外一個層次嘅知識添。所以如果要 AI 走出熒幕嘅話咧，唔係要 AI 識得更多概念嘅知識，而係佢要學識點樣走出呢個世界，睇呢個世界。嗱，今集講到呢度啊，如果大家喜歡呢一集嘅內容嘅話咧，記得 subscribe學識嘅 channel 同埋成為學識嘅會員。我哋下集再見。